晚上临睡前，两个小人儿一边吹着风扇，一边学着 Edelweiss。此刻耳边环绕着经典的留声机音乐，没有了白天的喧闹，静谧而美好。这样一点一滴的日子流淌着，汇聚成了我们在大马的6年岁月。我们在大马的6年可以说是实打实的6年，除了去年暑假回去了上海2个礼拜，其他的时间我们都在用脚步丈量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国度，一点一点贴近它，了解它。朋友们问我，在异国他乡这么久，不会想家吗？怎么说呢？可能刚刚搬来大马时，面对陌生的环境是会想家的，那时候想念的是自己习惯的饮食和气候。然后搬来1年，遇上了疫情，原本的归期无限延迟，是会想家的。那时候想念的是没有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。而接下来的日子，随着乌云散去，一切恢复正常，没有了对亲人们的牵挂，我们更加随遇而安，跟随大马的当地朋友们一起，像本地人一样深入这个国家、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发现很多原本以为只有回到国内才能吃到或是买到的东西，其实大多也都能找到。比如说河鱼，比如说各种中式调味料，比如说电蚊拍，然后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气候、这里的节奏、这里的生活。似乎在这里时间越久，越是享受大马的这种松弛感。比如说在马来西亚，因为全年是夏天，我们出门大多是 T 恤配拖鞋，而且似乎也不太需要化妆品。因为时间待得久了，你会发现在这烈日炎炎之下，不论是妆容还是穿着，都是越简单越自在。而没有了换季的烦恼之后，连购物欲都下降了，省钱又省心。回到家里，更是索性连拖鞋都不需用了。孩子们最爱光脚踩在地板上奔来跑去，或是随意躺坐在地上。祖父母辈每每看到他们这样，总是会提醒他们穿上拖鞋，防止寒气透过脚底入侵身体。可是他们穿不了一会儿就又脱掉了。其实不要说他们，来了大马之后，连我们也更爱赤脚。引用一位叫做耿耿的作家的文章，他提到一句马来俗语，脚踩在哪片土地上，头就顶着那片天。说这句话的原意是激励爱国，身在这片国土就头顶着这个国家的青天，但也可以解读为入乡随俗，即我们都是从脚趾头开始拥抱这片土地的文化的，很是赞同。与拖鞋文化相呼应的是马来西亚人不紧不慢的做事节奏。在大马，很多商户是休双休的，比如说我们楼下的那家英文补习机构，上个月帮姐妹俩的上海表姐报名补习班，结果发现周六周日都休息。要知道在上海，双休天可是机构最忙的时候呀，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，选择休息，这让表姐的妈妈大跌眼镜，直呼想不明白。而餐饮店呢，很多都是安排每周休息1天。我们刚来的时候还不太适应，经常是兴冲冲地赶过去了，然后吃个闭门羹。后来学乖了，会事先在网上查询好开店信息，再做打算。不论工作多重要，不论能赚多少钱，该休息的时候就应该停下，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。其实还挺羡慕大马人的这种生活态度的。想起我们小时候，听到最多的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。这样的话听多了之后，就像在脑子里植梦似的。不管你当下在做什么，整个人好像一直得保持一个冲刺的状态。比方说，多年来国内教育部门规定的都是8月31日前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上小学。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，为了抢在9月1日前入学，选择8月底剖腹产的妈妈不在少数。我们小时候还有托人找关系提前上学的。在这里并不是提倡大家懒惰，其实拼搏努力上进也是世界各地华人成功的关键，
但是如果一根弦绷得太紧了，也会折断。所以羡慕那种能够让自己松弛有度的大智慧，也与大家共勉。在大马这些年，还有一点感触比较深，也是深得我心的，就是大马人的务实和乐活。这其实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。举个例子，第一次在吉隆坡逛巴萨的时候，不论是蔬菜老板或是猪肉铺老板，都是乐呵呵地做着生意。给我的感觉是，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，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生意。他们对自家的货品有信心，会告诉你今天的货哪里比较美。而同样的，他们也是到点就收档，不太会为了再多赚一些牺牲掉自己的生活。这种对自己工作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当然，这很大的可能性是他们的摊位的租金压力比较小，所以生活就会比较滋润。而在国内，菜市场的每个小小的摊位都是寸土寸金，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，卖菜的小贩们其实也很难真正的笑出来。如果说这个例子还不够有说服力，那么大马人对于买车的态度可能更能代表他们的生活态度。在大马驾车，你会发现马路上其实宝腾品牌的车有很多，这是大马本土品牌车辆，是一款国民小车。这里的年轻人在购车时大多会选择这样的可负担的经济型车辆，不太会去攀比。而路上也时常能看到很多旧款或是比较破的车辆，一般只要能上路，大马人还是会尽量利用。而你开着再旧的车上路，好像也没人关注你，因为车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只是代步工具而已。这种不去过度关注别人，也不在意别人眼光的生活态度，可不就是乐活的本质吗？这种务实的态度其实也体现在了公职机构的设施建造上。右手边蓝色的不起眼的小房子是大马的警察局，之前因为报失物品进警局做过一次笔录，里面的座椅和桌子和路上的旧车感觉也差不多，即能用就好。其他的办事部门也差不多。这种平和不攀比的心态，同样体现在了大马年轻人对于婚姻大事的态度上。和国内年轻人结婚大操大办不同的是，这里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。如果新婚夫妇有经济实力，当然会选择买房，但若是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存款，那么租房也是可以结婚的。这和国内动辄薅光双方父母的养老钱，哪怕是负债也必须要一步到位买好婚房相比，明显这样的做法更轻松乐活。这是前阵子当地朋友发给我看的大马结婚彩礼行情。其实我们结婚时也属于不要彩礼的，但是从新闻上看，国内好像因为彩礼引发的纠纷还不少。这么看来，倒不如像大马这样，如果打算收彩礼，就提前定下一些吉利数字，开开心心把婚事给办了。而大马的新年红包也是重在仪式感，不在金额大小。新闻上说，大马已婚人士平均准备500至1500令吉作为红包预算，这包括发给家中父母、孩子与长辈的大红包和预算给普通朋友孩子或晚辈的小红包。这里过新年，一般楼道里的邻居碰到也会给小朋友发红包，这类红包一般都是5块、10块，你收到了也不会有心理压力。而小朋友收到红包，不管金额多少都会很开心，他们更在乎的是这个过程。想起经常有大马当地朋友会问我们为什么来大马，我想100个来大马的外国人家庭应该就有100个不同的理由。从我们家来说，其实当初真的就是想着2个孩子在国内读书，估计我会累到吃不消，正好看到第2家园政策，当然是比美加澳新要更容易。而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去美加澳新，因为离家太远，不方便照顾父母。而在大马越是住得久，越是认同这里的文化和生活态度，所以也就越住越自在了。想想在一个地方住了6年，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第2家园了吧。听说一个地方的蚊子都爱咬新人，现在连蚊子也没那么爱咬我了，是不是说明我确实已经慢慢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根了呢？
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